同学们好，我们来学习内伤致病因素。内伤致病因素是指人的情志或者行为不循常道，直接伤及脏腑而发病的致病因素。我们主要学习七情、饮食和劳役这3种内伤致病因素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第一种内伤致病因素七情。七情是指的7种情志，怒、喜、思、悲、恐、忧、惊7种情志的变化。一定范围内的7种情志的变化不会引起病变，则不属于病因。七情要成为病因的条件，必须是因为突然、强烈而持久的精神刺激，超过人的生理范围，使人体的气机紊乱，脏腑阴阳气血失调，才会导致疾病。由于七情是造成内伤病的主要致病因素，故称为内伤七情。七情和脏腑气血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七情的活动是以五脏六腑的精气为物质基础的，所以七情也是五脏六腑的精气的情志的反应。比如肝在志为怒，心在志为喜，脾在志为思，肺在志为忧，肾在志为恐。所以情志的变化和脏腑气血病变之间，它们是互相影响的。这种影响有什么样的病变特征呢？我们下面来看看七情的致病特点。首先，情志可以直接伤及内脏。情志首先会伤及本脏，比如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悲忧伤肺，惊恐伤肾。另外，七情除了伤及本脏之外，还可以伤及多脏，尤其是以心、肝、脾为多见。比如暴怒除了伤肝之外，肝气横厉会沉脾犯胃，所以会导致脾胃的病变。恐惧会伤肾，肾精受损，不能上济于心而导致失眠。思虑除了伤脾，同样也会伤心，耗损心血，导致血不养神而出现失眠的症状。七情不仅伤及本脏，也会伤及多脏，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脏腑的气机，导致了气机紊乱，气血运行失常。它主要表现在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惊则气乱，思则气结这6个方面。情志波动的异常可以使病情加重，或者是病情迅速的恶化。比如高血压病患者遇到非常恼怒的事情，肝阳暴涨，血压可以迅速的升高，发生眩晕，甚至突然昏厥，或者是昏仆不语、半身不遂、口眼歪斜等等的病症。还有心脏病病人，情绪的波动常常可以使心脏病病情加重或者迅速恶化。所以当人们生病的时候，一定要避免情志的异常波动，这样才能有利于疾病的康复。下面我们来学习内伤病因中的饮食损伤。饮食损伤主要有3种：饮食不节、饮食不节和饮食偏嗜。饮食损伤的第一种是饮食不节，节是指的节制。饮食不节制主要有3种表现：过饥、过饱，或者是食无定时。过饥是指饥而不得食，渴而不得饮，它会导致气血化生源头不足，导致气血不足，脏腑失阳。而过饱是指的暴饮暴食，或者是脾胃虚弱但是勉强进食。过饱同样也会损伤脾胃，纳运失常而导致饮食积滞。小孩子如果饮食积滞日久，会生成干积，
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。食无定时是指的饮食不规律，这会导致脾胃气滞、血瘀痰阻。饮食损伤的第二种就是饮食不洁，这是指的进食了不干净或者是有毒的食物，会导致腹痛、上吐下泻、痢疾、黄疸或者是肠道寄生虫中毒等等，严重者可以出现昏迷甚至是死亡。饮食损伤第三种就是饮食偏嗜，饮食偏嗜主要有2种表现，一种是五味偏嗜，五味是指的酸苦甘辛咸5种味道，酸入肝可养心，苦入心可养肺，甘入脾可养肝，辛入肺可养肾，咸入肾可养脾。所以五味合五脏，可以养五脏。但是五味偏嗜可以伤及所肾之脏，比如多食酸，肝肾成脾，会导致脾肉变厚变皱，口唇干裂宣起；多食苦，心肾成肺，会导致皮肤干燥，毫毛脱落；多食甘，脾肾成肾，会导致面色黧黑、胸闷气喘、腰膝酸软、脱发等等；多食辛，肺肾成干，会导致爪甲干枯不容，经脉拘急不利；多食咸，肾成辛，会导致胸闷气短、脸上无华、血脉瘀滞等等。饮食偏嗜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饮食的偏寒偏热。如果经常喜欢吃寒凉的食物，会导致脾胃阳气虚弱，寒湿内生，而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。如果经常吃辛热之品，会导致胃肠极热，而出现口渴、口臭、腹满胀痛、便秘、痔疮等等这些实症。健康的饮食应该是饮食有节，五味调和。如果饮食不节，五味偏嗜、寒热偏嗜，出现了饮食损伤，就会损伤五脏，变生疾病。内伤致病的因素最后一个就是劳逸损伤。劳是指的过劳，过劳有3种表现：劳力过度、劳神过度和烦劳过度。劳力过度是指的长时间过度劳力而积劳成疾，劳力过度会耗气，导致气虚，容易出现气短乏力、懒言、自汗、易感冒等等症状。劳神过度是指的思虑太过，劳伤心脾，心脾不足，气血亏虚，容易出现心悸失眠、多梦健忘以及纳呆、腹胀、便溏等症状。烦劳过度是指性生活不节制，烦事过度，损伤肾经，导致了肾虚，而出现腰膝酸软、眩晕耳鸣、精神萎靡、性功能下降，或者遗精、早泄、阳痿等等。过度的劳累会损伤人体的正气，而过度的安逸呢，也会使人体出现病变。过逸有2种病变的机理：逸则气滞，逸则气虚。逸则气滞是指长时间的活动不足，人体气机不畅，可导致脾胃脏腑功能减退，出现食少、胸闷、腹胀、肌肉乏力、虚胖等等症状。逸则气虚是指的过度安逸或长期卧床，阳气失于振奋，导致正气不足，可见为心悸、气短、乏力。所以过度的安逸也会容易引起病变。以上是我们学习的内伤致病因素。同学们，到现在我们已经共同学习了中医的2个说理的工具：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，也学习了中医研究的对象五脏六腑，还学习了五脏六腑的物质基础、气血津液。最后还跟同学们共同学习了引起人生病的原因、外感六淫、内伤、七情、饮食、劳逸损伤。我们学习的这些中医基础理论的内容，
将对于我们学习望、闻、问、切4种中医诊断方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。下一次课，我们将正式学习中医4诊的诊断方法。同学们，下次课再见。